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12日啊。尋日我就拍咗一條影片，呢就講到咧大 S 嘅前夫汪小菲聲稱同佢阿媽張蘭呢斷絕母子關係啊。咁條影片呢就係我提到一個觀點，我就認為咧，如果唔諗住生育咧，就冇需要結婚嘅。因為咧我嘅影片咧就從咗傳統中國文化啦，以及咧呢個嘅自私的基因兩個角度切入嘅，咁唔生育就冇需要結婚。有讀者就唔同意我睇法，咁佢留言啦，我都覺得發人心醒嘅。佢就話咧結婚咧，即使唔生育都要結婚，因為咧有財產分配嘅考慮，咁我都同意。咁但係其實喺好多國家咧，即使唔結婚咧，佢都視對方為 partner 啦，立遺囑各方面咧一樣有財產分配嘅好處嘅。咁但係當然結婚咧，就申請居屋啊，或者係夫婦共同報稅啊，又或者申請房屋津貼啊，或者已婚人士嘅公務員宿舍，咁呢個當然有個好處啦。咁所以即使唔生育，有啲人咧結婚係一個合理嘅選擇，我都同意嘅。我覺得冇乜所謂，即係每一個人有自己嘅需求啊。你想結婚就結婚啦，唔想結婚就唔好結婚啦。但係我更多係從婚姻嘅本質去講。我今日可以再補充，我其實咧就即係嗰個結婚嘅睇法咧，就吸收咗咧杜金斯嘅睇法，Richard Dawkins。咁佢喺40幾年前寫咗《自私的基因》呢本書，就解釋咧，即係呢個生育係物種唔係淨係人類，包括呢個單細胞或者係任何嘅物種，佢嘅本能上咧就係要生育嘅。生育咧就係物種嘅最大意義。不過人類去到近代咧，就係慢慢掙脫咗呢種所謂物種嘅基因枷鎖喺裏邊，係多咗人選擇唔生育。譬如話今日我呢個新聞就提到啦，喺中國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哋唔生育啦。所以前幾年我都講咗啦，中國而家三不政策，第一就係不生育、不結婚，甚至乎不戀愛，因為青年人要躺平啊嘛，認為咧呢個躺平即正義啊，用躺平用自己嘅人生去對抗社會嘅不公義。因為咧用一個嘅反抗式咧、抗爭式咧個代價好大，咁所以佢哋決定唔抗爭啦。佢哋決定咧就係用躺平，咁多咗好多人唔結婚，多咗幾多人唔結婚咧？咁以聯合早報咧就引用中國官方嘅數據，新加坡聯合早報上海特派員個調查2月10號嘅新聞，佢就話中國舊年結婚嘅人數咧跌至45年嘅新低，可以話喺改革開放之後咧未試過咁多人咧係唔結婚嘅，呢個犀利啦其實咧2023上咗少少嘅，因為咧2020年至2022年咧疫情多咗人咧喺嗰幾年咧延後咗個婚禮，咁所以2023年係高咗啲，所以個基數係高，咁因此咧2024年係跌咗20.5%比前一年，因為基數高咗啦。雖然係咁睇，但係咧喺12年係一個生肖12年啊嘛，2025啦，而家喺12年前2013年咧跌咗超過一半結婚人數。而家係幾多人咧？全年結婚嘅人咧係610萬6千人，即係呢個係低咗好多呢個610萬6千對其實即係1200萬人結咗婚，呢個人數低好多，離婚率上升啦，離婚率都升到好犀利啦，但係結婚人數咧就跌得好犀利，因為12年前2013年咧係有1346萬9千對嘅，非常之犀利。咁當然啦，即係啲專家學者咧就即刻指出啦，個原因係因為咧而家適婚年紀嘅人咧越嚟越少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適婚年紀嘅人就喺計劃生育時期成長嘅人嚟噶嘛，中共咧由1980年代開始就推行計劃生育即係呢個穿大環打胎，咁所以譬如話90後，佢哋大部分都係計劃生育啦，咁咧佢哋計劃生育生出嚟嗰啲人咧就係越嚟越少咯，而家係，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整體結婚嘅人少，整體結婚嘅人少個生育率又會降低啦。雖然正如頭先我所講，舊年生育率係高翻嘅，就係因為疫情啲人唔敢生，而家就生翻喺舊年因為20年至23年中國仲係嚴控噶嘛，封控噶嘛，咁所以24年係多咗，咁但係整體咧都係向下跌嘅，咁所以新加坡聯合早報咧就1連2日咧做咗個專題解釋呢個問題除咗頭先嗰篇文章，仲有另外一篇文章就係當結婚不是剛需，結婚而家真係唔係剛需嚟喎，啲人又批評咧而家嘅年輕人係自私嘅利己主義者，唔願意承擔婚姻嘅責任咩叫婚姻嘅責任咧？呢個就係傳統中國文化所講嘅嘢啦。有啲老人家咧就認為，喂，婚姻唔係淨係呢一個人嘅事嚟噶，係家族嘅責任嚟噶，你冇繼後香燈
你個家族斷咗喎，咁你係不孝嘅。呢個係嚟自傳統儒家文化啦。不孝就有三，無後就為大啊嘛。孟子講嘅趙岐嘅解釋咧就更加精彩啦。於禮不孝有三者，第一，阿諛曲從，陷親不義，唔係淨係唔生仔先係唔孝順㗎，仲有一個都係好唔孝順嘅，就係咧你阿諛曲從咧，老豆老母做壞事，你配合佢，咁你都係不孝㗎喎，你陷親不義喎，佢做壞事你應該勸諫佢，而唔係咧係阿諛曲從。同樣道理，一個國家做壞事，你就唔係應該咧順從佢，你至少要勸諫佢嚇。咁呢個就係傳統儒家文化嘅解釋啦。一不孝也，家窮親老啊，不為祿事。喂，你唔出嚟做官，喺嗰個年代做官啦，知識分子，你餓親老豆老母，即係唔供養父母啦，都係咧不孝嘅嚇。第三就不娶無子，你唔娶老婆又唔生仔嚇，絕先祖嗣。三不孝也，哇！咁個咧都好大壓力喎，即係有做仔女好多責任喎，喺傳統中國文化角度。總之唔生仔咧就係罪嚟嘅，因為你會斷咗個香火。因為有仔女就代表有人裝香，有人裝香咧死咗之後咧，中國人認為嗰啲鬼魂咧係都要繼續進食噶嘛，就係透過咧裝香、燒冥鏹、祭祀、春秋二祭。去令到咧死咗嘅鬼魂咧，嗰度祖靈啊，係能夠咧喺另外一個空間裏邊繼續存在嘅。所以中國人咧認為結婚咧生仔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責任喺裏邊。不過咧呢個咧即係同《自私的基因》嘅書嘅解釋咧，我今日就可以再詳細啲講。《自私基因》嘅解釋咧就認為咧，結婚生仔咧係所有物種咧個本質嗱。首先，其他物種係冇結婚嘅即係貓狗係冇結婚嘅，係咪？雀仔係冇結婚嘅，即使佢哋有共同生活有一夫一妻嘅動物有共同生活，但係大部分嘅物種都唔係共同生活一夫一妻喎，都係季節性嘅交配嚟嘅啫。咁咧，但係咧杜金斯佢嘅解釋咧，佢自己當然結過3次婚佢第一任太太咧係一個動物學家，咁之後嗰啲係演員啊各方面嘅人士都有，咁所以咧佢自己對婚姻咧都係 flexible 嘅。佢提倡咧就要反宗教化，因為而家嘅婚姻咧都係基督教嘅宗教婚姻，一夫一妻制。咁伊斯蘭教一夫三妻啦，仲有啲嘅傳統嘅摩門教即係最早期嘅摩門教主張一夫多妻啦。唔同宗教有唔同嘅解釋嘅。杜金斯係反對用宗教咧去捆綁嘅，佢認為咧婚姻應該係私人同神聖嘅。唔應該涉及到係宗教，唔應該係俾任何一個單一宗教壟斷，最好就係多元婚姻。有啲人中意一夫多妻，有啲人中意一妻多夫，有啲人中意多夫多妻，有啲人中意同性，佢就係咁嘅主張嘅。anyway 咧，杜金斯喺《自私的基因》裏邊咧，佢認為基因係演化嘅主角，所有物種生存嘅意義咧就係為咗孕育下一代。呢個係所有物種，包括單細胞嘅物種。咁但係人類咧最初都係咁樣嘅喎，所以先有不孝無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呢種咁嘅文化上嘅解釋。西方嘅宗教、中國嘅宗教、儒家文化都係咧以生育為一個本質嘅。不過去到近代咧，就出現咗呢個個人主義嘅覺醒啊，理性主義崛起，就即係對宗教有質疑啦。西方咧就啟蒙運動有理性主義，咁所以咧現代人就開始諗，喂，我嘅生活亦應該以我為本嘅喎。我要追求我嘅理想，女性可以追求理想，唔結婚唔生仔，即使生咗仔都可以出嚟做嘢。喺現代社會、近代社會咧，就有呢一種嘅即係個體醒覺嘅思潮，呢一種叫做理性主義嘅思潮，就係以我為本。所以咧有啲人就話自私，上一代就話下一代好自私，其實就係因為覺醒文化令到自己咧覺得以我自己為本啊，我唔係人哋嘅一個扯牛公仔。我自己係過我自己嘅生活喎，所以咧多咗人咧選擇獨生主義啦，就係唔再考慮家族嘅榮耀啊、香火嘅繼承呢啲咁嘅情況。咁西方亦都唔再考慮宗教，就話喂，有啲宗教就主張不避孕嘅喎，咁現代社會就話唔避孕點得啊？咪即係埋沒咗我嘅人生咯即係要全職喺屋企湊仔咯，或者唔能夠出去拼搏咯。咁所以咧天主教嗰啲咧都鼓勵人哋唔好避孕噶嘛，伊斯蘭教都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咧近代化咧就係認為喂，佢會反省呢樣嘢，唔避孕係唔得㗎，唔避孕會影響到個體嘅生活質素喎。咁所以咧，自私的基因咧，佢就認為咧，所有嘅演化咧都係以生育下一代為主，甚至乎好多物種咧，佢寧願死啊，因為咧佢只要交配完佢就會死，佢都會去交配喎，就因為佢個基因嘅本質驅使。咁人類都係咁樣嘅，所以咧婚姻制度咧
嘅初始設定啊，喺幾千年前人類有婚姻制度嘅初始設定，其實就係為咗保障下一代。因為一個人原本係母系社會啦，啲人走婚啦，男性就會咧搞大咗啲女人嘅肚，啲女人自己生出嚟，所以就母系社會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發覺咧個仔女嘅存活率係極低，所以喺母系社會演變為呢個嘅父系社會嘅時期咧，就係要共同撫養啊，變成咗嚇，因為咧只要有父系出現咗，個男人入主咗個屋企，入主咗個女性嘅家庭，佢哋就會共同撫養自己嘅仔女喎。咁咧共同撫養下生存率咧就會提升。所以喺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嘅眼中咧，婚姻嘅本質就係為咗照顧仔女。如果冇照顧仔女咧，幾千年前就唔會出現婚姻嘅。就一直 keep 住係呢個嘅走婚形式，好似摩梭族咁啊，雲南咪有摩梭族嘅，咪走婚嘅即係以前咧係咁樣叫走婚，就係咧一村人就去下一村人度，咁然後就住幾日，嗰幾日咧就瘋狂交配，交配完之後咧，咁然後啲人就翻自己屋企，咁被交配嗰啲女性咪會生仔咯，生仔女，然後咧就會跟住母親，呢個叫母系社會啊嘛，女兒國嘅原理就係咁樣解噶嘛，咁但係咧出現咗父系社會嘅原因就因為個社會要求穩定。要撫養率要提升，人力資源要控制得好咁所以咧就要父母一齊照顧，咁啊出現咗婚姻嘅本質。呢個咧就係視之為即係自私的基因咧對於婚姻嘅解釋嗰個核心價值。咁呢個咧此其一啦，此其二咯。佢亦都提出咗咧喺穩定嘅婚姻關係裏邊咧，其實咧係會有助咧下一代嘅育成嘅，因為既然咧生存策略就係以育成下一代為主啦，除咗話生養之外咧，仲有教養噶嘛。如果唔係一個穩定嘅婚姻關係嘅話咧，對於仔女嘅教育咧就會即係可能咧就會耽誤咗啦。就會造成個問題。所以我琴日就提到啦，汪小菲就作為一個單親家庭長大，細個就跟住阿媽咧去做黑工去加拿大。佢哋嘅婚姻關係咧之中梗係喺阿媽同埋老婆之間，佢會選擇阿媽嘅機會率大好多。因為單親家庭相依為命，喺外國流離失所，感情一定係好嘅。所以咧，即係當婆媳出現咗矛盾咧，佢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阿媽嘅。呢個當然有啲人就話，我識一啲人都唔係咁樣嘅，單親家庭都一樣有結婚有幸福嘅，咁當然有啦。但係呢個係嗰個機會率嘅問題啊嘛。即係呢一種家庭咧，單親家庭，尤其是去移民海外，阿媽帶住個仔或者寡母婆守住個仔，咁呢一種咧喺個婚姻關係裏邊咧，往往就會即係個取捨會傾向阿媽而多過老婆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佢嗰個生存策略。因為如果喺細個嘅時候咧，佢唔係咁樣即係完全依戀住阿媽咧，佢就係喺佢個童年成長裏邊咧，佢就難以去有效地生活嘅。呢個係一個生存策略嚟噶嘛，本身係，因為自私的基因嘅書全部嘢都係講生存策略，所以佢認為咧穩定嘅婚姻關係咧係對教育子女係更加好嘅。咁所以翻核心啦，如果你唔係諗住生育嘅，其實呢個婚姻制度嘅本質喺幾千年前又唔會形成但係現代社會就多咗其他功能，呢個係事實。譬如頭先我講過申請居屋退稅減稅咁呢個係一個功能性嘅考慮，或者喺法律上咧給予對方一個名分認為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好浪漫嘅，呢種都係一種個人嘅選擇啦，冇乜問題嘅。咁但係我就係更多從婚姻嘅本質咧去解釋其實呢個係同生存策略或者係同呢個嘅養育個關係係有關嘅。咁但係問題咧，中國而家咧就陷入咗一個情況，其實全世界都有人口老化嘅，但係中國嘅人口老化係尤其嚴重。呢個就係我所講啦，就係因為咧嗰個一孩政策用一個強而有力嘅方法干擾住個社會現象，然後咧佢壓止咗人口爆炸，結果產生咗加速咗人口老化。咁而家咧即係中國嘅問題咧，點解會導致啲人唔生？第一就彩禮，因為人口即係控制底下咧，好多人係殺死啲女嬰溺嬰啊嘛。咁溺嬰溺咗幾十年啦，去到而家呢刻咧就發覺咧女人咧係少過男人好多。咁啲女人咪叫價越嚟越高咯，咪有彩禮天價彩禮。喺大陸咧，即係尤其係北方，動輒係講緊20-30萬、60-70萬都有個彩禮越窮嘅省份咧個彩禮就越貴嘅。第二就要婚禮彩禮仲要婚禮喎，仲要咧大排筵席喎，仲有分房喎前10幾年咧仲好講求分房，而家呢幾年應該好啲啦，因為啲樓價跌得好犀利。仲要送車俾舅仔喎，嗰啲扶地魔
佛地魔、扶地魔啊叫做咁啊，仲有呢啲咁嘅情況啊，仲有吵架啦、冷暴力啦、媽寶男啦、婆媳不和啦、大娃、山娃、二胎咁呢啲咧，仲有婚內出軌，其實我都唔係婚內出軌，出軌，點解要婚內出軌咧？小三、家暴同埋離婚呢啲咧，就令到啲人咧覺得幸福感低咗好多，因為中國人咧好多嘅婚姻咧都唔係戀愛嘅婚姻啦，都係相親嘅婚姻。你去嗰啲中國嗰啲公園啊，北京嗰啲朝陽公園啊，嗰啲全部咧啲父母咧幫啲仔女貼廣告喺度做相親噶嘛，咁好多咧就冇感情基礎底下結婚咧，咁咪更加痛苦，更加唔幸福咯。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中國咧就而家新一代90後、00後更多選擇不婚啦，呢個不婚不育，甚至乎不戀愛，寧願咧俾人花錢去買春，就唔去用戀愛，因為戀愛咧都要使錢消費啊。中國都係一個所謂嘅重男輕女嘅，咁而男權父權喎，咁所以變成咗咧男人梗係要使好多錢噶，你出去開房都要男性去花錢噶嘛，即係同西方唔同啊，西方可能一人一半啫嘛，咁所以呢個中國咧喺咁大壓力嘅情況底下咧，佢越嚟越唔生，咁呢個全世界都陷入咗呢種情況，咁但係中國嘅問題嚴重嘅地方係咩咧？佢養老基金啊，人哋係自然咧變成人口老化，即係公基金咧供咗幾廿年咧，人口老化都會有好大壓力。而家中國咧就係因為佢有一個人口斷層。人口斷層咧，嗰個養老基金咧就難以持續，就比西方國家咧早好多難以持續。不過個好處就係咧，好消息就係而家 AI 可以取代好多人手，所以人口老化、出生率減低 ，AI 時代可能咧即係福兮禍所依都說唔定咁只能夠咁講。所以今日就係借呢一個嘅中國人口老化即係不婚主義，講呢個嘅婚姻嘅本質係乜嘢。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喺結婚前我就一直覺得如果唔生就唔諗住結婚嘅。咁但係遇到趙太咧就好有衝動想結婚，又好有衝動想同佢組織家庭，咁所以就結咗婚，亦都生咗2個娃娃、2個小朋友、2個細路女，咁過住美滿幸福嘅生活。但係有好多人呢，結咗婚之後係唔美滿唔幸福噶嘛，好似今年呢，即係啱啱個數據公布，中國咧600幾萬人結婚嗰一年，但係同一年600幾萬對結婚同一年呢有200幾萬對係離婚嘅，呢個離婚率係極高嘅。喺中國嘅離婚率已經係比西方發達國家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個原因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喺中國嘅人咧個婚姻價值觀裏邊咧，即係好多都係錢嘅問題啦，即係睇人睇條件對愛情缺乏或者係對原生家庭亦都即係唔係太過重視啦，因為佢哋都冇長期戀愛嘅基礎嘅，即係相親結婚嘅，對人哋原生家庭係點樣咧都唔了解嘅。咁所以我自己嘅建議就係結婚咧唔係淨係娶對方嘅。唐君毅先生講過結婚係合二性之好，我覺得有道理。其實真係要調查埋對方原生家庭，起碼同未來外父外母老爺奶奶相處一輪，睇下佢嗰個性格係咪合適先。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咧，婆媳關係或者係啲外父外母嘅關係搞得唔好咧，個婚姻又好難幸福嘅。呢個就係即係我自己嘅睇法。我好幸運地，我外父外母又好錫我太太又同我阿爸阿媽相處，甚至同我家姐同我啲表姐嘅相處咧都係非常之好。咁呢個都係即係好托賴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參考資料、文字摘要、聲音檔。今個禮拜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嘅獨家課堂，希望大家喜歡啦，拜拜。